好，我看了一下这幅画的构图啊，我们先加一片叶，这片叶呢，我们加一点，这儿有一点绿色是吧？我们调一点绿，用一支大一点的笔。
勾线笔吧。咖啡色啊，或者是胭脂加墨，咖啡色加墨也可以啊。我这个调了一点咖啡色。主要是我们画不了那么深啊，这个颜色画不了太深，所以说你如果是墨加的少啊，直接用胭脂的话，它可能会变得比较红一点，所以加一点咖啡色可能要好一点。像这个颜色调深了，加一点胶，加一点水，胶水都可以啊。先把它画完再来画这个啊，再来勾线。勾这个线也是啊，有一点节奏性。勾完了这一遍啊，我们点一点白，点一点太白加藤黄的这种色，然后再来勾，因为这个肯定是会跑的啊，我们只是需要它做一道底。现在勾的这一边线是为了让它做底。好的地方我都是乱勾的啊，就是要有这种线条往上去的这种感觉。有些时候画画说起来是很简单的，跟着这种感觉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在乱画。但是画出来你要知道这个乱画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一定要把这个要搞清楚。加一点太白加藤黄啊，不要调得太深，不要调得太浓了，不要调得太浓。再用这个胭脂加墨，这个可以勾深一点啊，这一边可以勾深一点，这一边要勾仔细一点的啊。我勾这边的目的是我怕它待会儿跑的我看不出来了，所以说我勾了一点深的。但是勾完了过后不要忘去勾这个线啊，里面的线不要勾，因为它还会再跑的。我们要等它稍微再半干一点的时候勾。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画了。
好，慢慢来提啊，慢慢来提。你要记住，我们都是趁湿画，趁湿画它还有一个什么？它是会跑一点的。趁湿画它就是肯定会跑啊，它墨色，不管你画多深的墨色上去，它都会跑一点点。所以我们要利用它这个跑的这个效果来做出我们的这些肌理。比如说我说的，有的地方是凹槽，是吧？像这些地方它就是凹槽型的，所以说它会起这个荷叶边，其实是因为它上面的凹槽。用这个浓墨调一点花青啊，加绿色。这个我们里面有一些深色的地方啊，勾一下。这个颜色太浓了一点，不能太浓啊，也要让它有一点跑，就让它颜色更丰富一点。特别是下面啊，下面因为光不强的地方。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白色太白了，怎么办？抻擦，抻啊，用这种笔侧锋，轻轻的扫。你还可以少一点墨，如果我们觉得画的比较浓的地方，我们可以少一点墨，不要让它入那么多啊。好，少了过后，你看我们现在画的线又不见了，是吧？再加一遍线。
特别是像这个下面这些位置啊，它线没了，但它现在还是湿的啊，你这个线加上来，它还是会再跑一下，所以它这种它的效果就有了，就至少说我们就是想要的这种效果啊，它里面不是很光滑的这种感觉。包括这里面的处理，待会儿我们都还要再来。反正就慢慢画啊，不要着急。不够我们就加，不够就加啊，只要你不是把它画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加出来都会很好看的。它跑了过后，你就用线条把形给它定出来就完了。又把重新定到形，是吧？它这个看着就很舒服了。不要怕它跑啊！我们画这个深宣画画，为什么要用深宣画？就是一定要让它跑，跑了我们再来加都可以。它这样的效果就是我们讲的，它每跑一遍，其实它的颜色都会流到纸上面，都会留在纸上面，它都是你过渡的一个这种过程。如果一点都不跑，这个你还不是就用熟宣画啊，或者用水彩纸画。我们用深宣画的目的就是要让它跑，当然我们要控制它跑，是要控制到我们想让它往什么地方跑啊，想跑到什么样，是要控制这个东西。这儿勾的有点乱啊，刚才重新补一下。你看这朵莲蓬是不是就很漂亮？好，在画干之前，我们看这一块颜色，我们要做一点处理，用一支干净的笔。一个是先撒一点水上来，撒一点水上去，就这样啊，撒一点。特别是刚才画了一点淡墨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看不出来，不太明显是吧？你看有淡墨的地方它就很明显，为什么刚才要加了几笔淡墨？就是为了要洒水的时候让它明显一点。我们还可以用一支细一点的笔，就这种勾线笔，心疼这种勾线笔，还是蘸清水我们画一点水草，在这个还没干的叶子的基础上画加一点水草。用清水画一定要等它半干的时候才能出这种效果你如果刚画上去的这个颜色你就这样画，它是出不来这个效果的。你看我是画上去了过后，还把莲蓬画好了然后还等了一下我才来加的这一步。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就什么时候画它会出什么效果。这个你要记住，我们现在画的是什么？是水所以说你画超出来的没关系，待会儿干的是没有的它只会在这个上面留下一些肌理。好，把这个肌理做出来了，做出来过后我们稍微等一下，再来加干。好，我们来加干因为我考虑到我们这张画它的这个是圆形的，待会儿我们要把它裁成圆形，所以说往这边加干也是可以的。因为裁成圆形它就不会对到这个角上面的。我们画画一定要千万注意你要方形的纸，像这些线都不能对到角上面，但是是圆形的，其实就还好就还好。因为圆形的没有角还是先调一个淡的绿色，然后笔尖调一点深的这个因为刚才我们画这个莲蓬的时候已经调了这个绿了
然后我笔尖线加一点深一点的笔。因为待会儿裁掉应该是这一块都没有了啊，这一块都没有。这一支的干啊，我本来当时想的是这样穿过来，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画干，那它就不要穿过来了啊，就往这边走一点就可以了。好，现在把它调一点墨，小笔啊，调一点墨，点一下。后面点不点都可以啊，后面因为我们要裁掉的，点不点都可以。啊，最后一步我们是要画一点这个莲蓬的须啊，画一点莲蓬的须。画莲蓬须的时候，我们先还是把这个前面这一点还是再加一点啊，加一点重墨。我觉得加一点稍微浓一点的墨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不够深。这个我们讲过了，是它干的花蕊啊，干的花蕊。
现在把这个笔洗干净，我们再用金来点一点，点一点金。这个笔洗干净了过后，蘸一笔胶啊。那天画不是我们画了一朵是金色的嘛，这个花蕊是金色的啊，拿去脱画裱画的时候啊，全部把它刷掉了，回来我又补了一遍，然后蘸一点胶啊，蘸一点胶，蘸一点胶过后，它这个颜色就不容易跑掉了。一定要蘸一笔胶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再来加这个金色，因为广告金色它没有这个，它在画面上面它是浮在这个纸上的啊，宣纸上的，所以说它会什么，一刷就跑。国画里是没有金色的啊，国画里的金都是要不就是用的真金啊，金箔。像这种金色就只能是广告色或者是油画色，它有这个金色。我们就在这种很深的地方点一点点。这些方法都可以的啊，本来它就是干了的颜色里面啊，如果有一点阳光，有一点什么，它就可能会带一点这种金色，这些都是啊可以解释得通的。来看一下还用没有再加其他的东西，这个一定要等它干透啊，一定要等它干透。好，我看了一下，我们在等它干的时候，干脆把这里面勾一点金啊，这个里面勾一点金，我觉得有点暗。不用调得太浓啊，这个金不用调得太浓。勾了还可以再抻擦它一下啊，就是把这个深的地方勾一点点，然后线条勾细一点啊，金不要太浓。勾了，然后再抻擦深色，抻擦这些深色的地方。要不这儿突兀的啊，来一点金，很突兀的感觉。我们这里面有一点呢，可以给它配合一下啊。
现在趁这块颜色没干啊，待会儿我们再改一下这块颜色的色调。我觉得太绿了，太亮了。先把这个金的这个位置改好啊，抻擦不要擦到莲子上面了啊，就用这个笔的侧锋轻轻的这样扫一点金，有一点在莲子里面可以，但是你不能全部都画到莲子里边，因为这个笔嘛，你不可能控制的一点都没有。然后最后抻擦莲子里面的时候，都是抻擦这种最深的地方的莲子，让它有一个这个金的感觉。好，现在我觉得这块色啊太绿了，太不好看了。我们加墨，重新来一遍。就在这个基础上啊，加墨。趁它没干的时候画啊。哦，这个好多墨纸啊，这个墨里面有。这个墨就是我用的树墨啊，就是隔了夜的墨，它干掉的墨，所以说它里面墨汁挺多的。然后这张画整个是缺墨色，所以我们这个第一笔、第二笔我都是在试。刚才是画淡的，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画了完这个过后，我觉得这个淡的不配啊，它配不上这样画，压不住，太轻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加深。加深了一下，这个花是不是就突出了，对吧？它就好看了。刚才就是太淡了，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往回放一放，看刚才淡的和这个深的效果两个对比一下，你们就能知道了啊。
生的效果肯定是要好很多的。像这些跑啊，都不要管它，听见没有？不要管啊！你如果这些一管，它待会儿就花掉了，不要管，等它自然跑，跑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反正只跑了一点点没关系的。千万不要去控制啊，千万不要控制它。你一控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加水，加水它也会往里面跑一点，但是待会儿这个形就没了，它就花掉了。好，这张画就结束了啊，这张画就结束了。现在这个效果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啊，这个效果还可以。然后就是待会儿我们把它裁成圆形就行了。